大家好，我是袁某人，又到了每周的赛事周报。这周我们将迎来 LPL 定组赛的第2轮。目前呢，4胜0负的队伍和4负0胜的队伍都相继出炉啦。各个小组呢可谓是泾渭分明，整体出现形势也基本明朗。目前还略有悬念的，除了 LNG 外，就是微博剧 NIP 所在的 D 组了。本来呢5进3，我原以为微博和 NIP 会稳坐钓鱼台啊，最后会是 AL 和 IG、UP 共抢最后一个名额。没想到现在是 AL 在卡比招入阿乐后稳中向好，双杀了 NIP， 以目前小组第1的成绩基本锁定出线了。而微博引入劳赞呼吸后，完全是一坨答辩。本周呢更是开幕雷击，又被 UP 给人击了2局。目前来看，极有可能直接跌入涅槃组。劳赞、老虎、劳松，看来他们真的想去参加老头杯了。那本周又有什么并有并号的比赛呢？且听我一一道来吧。周5的比赛作为定组赛首轮对抗的最后阶段呢，那不被寄予厚望的 RNG 依旧突破下线，1比2输给老干爹，成功垫底啦。而相比呢，主打青春风暴的 IG 再次展现了他们以下课上的能力，他们掀翻 NIP 拿到了宝贵1分。实话讲啊，我有点没搞懂这个赛季 RNG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营策略。你要说抽卡连败存钱攒福星，那 IG 就是很好的例子，要换就全换嘛，换新的便宜的。可 RNG 呢，春季赛买了林伟翔加明，夏季赛又把呼吸换了 ZDZ，AD 位也是拉了个失业的换风。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要纯新人，要来点有比赛经验的。可比赛经验对这支 RNG 来说没啥用啊。结果呢，定组赛上来就烂了。这时又想起抽卡来了，先是2队抽了个 XZZ 上来打 BLG， 再抽了个 Juice 上来打老干爹。大哥，定组赛都没打完，你是抽卡的时候吗？你打老干爹都不考虑争胜拿分吗？何况啊 ，RNG 这个0-3的垫底成绩，你真说跟新人也没啥关系啊。毕竟老前辈的发挥味道已经很大了。相比在03年的超新星海超的带领下，老干爹是越打越好啊。中单的海超几场下来，确实是有全力超的味道。现在已经有人喊他超比了。我说一个数据吧 ，B 组的定组赛第1轮打完，海超的总 KDA 居然是18-8-29，甚至打 BLG 面对左手的时候，海超也是2把正战绩。这场打 RNG 第3把，海超的狐狸就打出了几乎零失误的发挥，多次关键魅惑让老干爹的团战如鱼得水。RNG 啊，全是抱头鼠窜逃跑的镜头，也不怪原神对位 MVP 怎么赢 ，RNG 打得太乱了，毫无章法可言。比如21分钟这一波团，老干爹抱团入侵，想给上半区压力，这里 RNG 想找机会打一波完全没问题，5个人有大招有双招，那兰博亮 TP 到侧面也 OK， 但小明闪现上去开的时候，兰博 TP 都没落地呢，威的猴子也还在团队最后面，结果就是开起来完全没人能跟。泰坦维鲁斯反手大招 ，RNG 的双4就得跑了，很难想象 RNG 这一套打团阵容团战能够打成这样。相比呢，第2场 NIP 打 IG 就精彩多了。本来 NIP 第1局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嘛，轻松的拿下首局，但第2局开始 IG 的针对性 BP 就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第2把 NIP 是拿了永恩加杰拉的中野，想做点新尝试，玩点花火。毕竟阿 K 这个选手他是真的不擅长野合，之前玩的就少，所以正是练手的好契机。但 IG 最后一手的鳄鱼中单选的就特别好，在对线端完全把永恩给看死了。中路没线权，野区就很容易被入侵。7分50秒这里 NIP 下半区的3组也刚刚刷新，野区的眼也看到了 IG 野辅来抓中啊，即便抓中没抓到，可下半区3组野怪也很可能要被入侵。那 Rookie 也是一直切屏看野区是什么情况，是想帮阿 K 守这个野区的，但鳄鱼直接把永恩的位置卡死了，中路帮不了 IG 的野辅就在 NIP 野区予取予求。虽然卓哥第1时间没有死，但第2时间滑板鞋带泰坦的绕后还是把 Forty 给抓死了，3-0的滑板鞋直接就无敌了。虽然这把 Rookie 的永恩发挥已经非常好了，中后期各种收割把 NIP 打回了不少劣势，但虽然不想说那个有点土味的2个字，但还是得说确实也尽力了。但因为 NIP 的龙掉的太多了 ，IG 在30分钟就拿到了水龙魂，远古龙团 NIP 正面就基本接不动了，最终 IG 是鏖战了40分钟，成功追回了1把。看到这样的 counter 中路有成效后，第3把 IG 是如法炮制，用加里奥来限制 Rookie 的妖姬。这个版本终于有人尝试用大逼哥的游戏理解来玩了。即便这把加里奥打妖姬实际上没限制数，现场还送了个单杀，但加里奥的团战作用就是摆在这里的。加上中期 Rookie 自己送了一波关键失误，本来就肥的男枪就彻底无敌了。后期团战两边的阵容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左边的阵容是越打越弱的。随着32分钟 IG 主动男爵 B 团 ，NIP 没抢到大龙，那游戏就很自然的结束了。NIP 线的问题就很明显了，阿 K 的野合不太行，没那味儿，而用 counter 来限制 Rookie 的情况下 ，NIP 也会陷入和微博一样，就缺输出点。Fortic 打不了单核的大 C， 山鸡也更偏向于战士和坦克。这种情况下 ，BP 一旦被针对，队伍很容易陷入到没有输出点的情况来。而 NIP 这爆冷一输啊，原本以为波澜不惊的 D 组局势一下就乱起来了，3个2-2让第2轮比赛突然就血腥程度拉满，甚至说 D 组的5进3，微博和 NIP 出现概率都不小，总算是让水平浪静的定组赛有点乐子看了。周6 A 组的2场比赛，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是平平无奇啊。EDG 和京东呢都完
完成了对手的横扫。TT 依旧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偶尔有点画面，但大部分都是经验宝宝的队伍。而 FunPlus 在夏季赛改版后 ，Milky Way 也终于迎来了所有 LPL 选手都要经历的困难：场外有风波，场内被研究。目前来看 ，Milky Way 在这个打野权重很大的版本反而发挥不太出来了。FunPlus 目前只赢过 TT， 而且是以2-1的比分比较艰难拿下。目前的整个环境里 ，Milky Way 比较难受的点就在于他抓人的效率低了。如果我们去看春季赛，实际上 FunPlus 的中下很擅长于选择强线权加控制的组合，来让 Milky Way 在野区碰撞时获得优势。我可以亏线，但野区的对抗我要赢，抓人我要有结果。可现在的版本呢，中路全都是飞机小炮这种 AD 推线，往下也是会这类长手炮台，这导致 Milky Way 很难肆无忌惮的像春季赛那样去找对抗做 gank。而主流的豹女、死格莉莉娅这些 AP 野核，其实也都不是什么抓人效率特别高的打野。在春季赛的时候啊 ，FunPlus 很多对抗都是在野区发生的，因为那时工具人打野很多，中立资源对打野来说就很重要。现在都是野核，我不好抢，我就不打了，我回去刷呗。这导致 FunPlus 过去的野区对抗根本打不起来，变成 gank 效率的比拼了。夏季赛打到现在，银河在线上的 gank 效率都低到不行。打京东第一局 ，FunPlus 已经选了他们春季赛时特别擅长的这套，中下都是控制，然后野区也是野核打战士的这么一个舒适对位。所以第一局前期 FunPlus 节奏是打得挺好的，很有春季赛的风采。但游戏进入到小团战期，京东的执行力就更胜一筹了。FunPlus 这个队伍呢，只要南枪死，其他位置你换人头是无所谓的，京东后期都能解决。所以团战京东就猛干这个南墙，14分钟，当京东的双 C 完成了一波3换5后，其实 FunPlus 就有点没法打了。其实阵容上都还好，我感觉第一把就是 Ruler 的箭太准了，猛射，而 Milky Way 这把注意力也不够集中，死得太 easy 了。遇到这种状态的京东，说实话 FunPlus 即便回到春季赛也不一定能赢，这种输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吧。那第一把拿擅长的输了，第二把就自然开始走版本路线，中路走 AD 大核，打野拿豹女。可 Milky Way 在春季赛他玩野核，那是人无我有，有差异化的优势。可现在大家都是野核，你甭管他擅不擅长，反正都在玩。那这种情况下要脱颖而出就很难了。春季赛很多队伍是没有打过这种对位的，所以失误率会提升。而现在呢，都是打这种野核对位，防守的效率就高不少了。加上他的对手卡纳比是一个能把不算野核英雄完成野核的选手。要知道这个版本野区经验一增加，第一轮比赛打完，卡纳比的 KDA 就已经是这样了。整局看下来呢 ，Milky Way 的出手次数不少，但成功率很低，我都数不清多少波 gank 无功而返了。这里更要夸一下 Share， 这场京东选择让小孩哥上，我其实没太想到，我以为要练小孩哥应该也是等第二轮的后2场这样，没想到这场 BO3 就上了，还打出了不错的表现。第二局卡牌面对青钢影加豹女的无限针对，却没有影响到发育，甚至上演了极限逃生。2场下来，京东赢的是轻轻又松松，一旦节奏的主动权在卡纳比和 Missing 手里，其实京东的整个协同进攻确实还是看得挺赏心悦目的。相比之下呢 ，FunPlus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很多了。Milky Way 的不适应，队伍英雄池和擅长打法的不适配，加上上周的动荡，二轮我觉得 FunPlus 不说能不能跨过京东了，而是在能不能守住 TT 这一分的情况下，把 EDG 给拿下，否则春季赛前4的他们就得去涅槃组了。那 EDG 打 TT 这场更是 easy 了。其实 TT 这个队伍配置不差，磨合也很久了，选手都是属于不说多强，但肯定不算菜的类型，但队伍太不稳定了。他们成绩最好的时候，反而是幻风在的时候，那时 Yuko 能兜底，Hoya 和北川也会给点惊喜，下路无脑当狗，给上半区上权重，甚至他们能赢有德晒的微博。现在 TT 就属于他们没啥主动性了，纪律性呢又过剩了，几乎是对手不失误，自己在中期是不太敢抓机会的。Hoya 更是像那个风暴乔丹一样，基本退化的泯然众人了。队伍基本就是无脑等 Yuko 刷，看北川抓不抓的这么一个节奏。从过去的差点能够算中游队，退化成标准弱队。而 EDG 在第一场输给京东后，Leaf 不搞要儿子了，老老实实打输出，不怎么去做一些冒进的操作，那他们赢的就很扎实。平均赢打个 TT 是没啥问题的，杰杰的状态也是肉眼可见的好，场面看上去有些焦灼，但整体来说依旧是一个很轻松的2-0。不过目前来看，我觉得 Solo 克还是太喜欢绕了，也多亏是 TT 啊不太敢开，否则正面团结果是不好说的。第一轮打完，京东是3战全胜，领跑 A 组，基本甲组名额没什么压力了。而 EDG 2胜也很有机会，而 FunPlus 要想进甲组，4轮是必须要赢 EDG 的，所以6月20号应该是 A 组最关键的一场比赛。16号开始的周日 LPL 定组赛进入了第2轮，同时也是14.11的新版本。那新版本新轮次可以来稍微看看队伍的新成果。LNG 和 RE 的2番战终于是让 LNG 能够堂堂正正的走正门了。不过还得说啊 ，LNG 距离去年那个扎实运营的样子还是差的有点多。说白了，赢很重要，但怎么赢也很重要。首轮翻车较多的 LNG 其实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有分就行嘛。第一把他们是落后了6000翻盘了，第二把呢更是上演了偷家，节目效果还算蛮好的。
第一把 LNG 是让 Scott 掏出蚂蚱来应对妖姬，效果存疑啊，因为 Vikala 在3级就完成了单杀。妖姬这种英雄前期一旦拿到人头，主动性就完全不一样了。在11分钟 I 的一波下路4人越塔后 ，LNG 前期的节奏就有点崩了。只能说 I 这种年轻化的队伍还是给了很多在操作上的惊喜。继 Hiker 后，打野小豪再次利用峡谷先锋机制完成了一波非常漂亮的留人操作。到时后续还要再留，嘎啦直接不管了，一个终极爆弹接后程步，好帅的操作！小浩再来一枪，哇哦！神奇的坠击来自于格雷福斯。这波1换5打完，20分钟落后6000的 LNG 已经很难打了。接下来就是考验 RA 的终结比赛的能力。李宁这边看逆风情况下能不能拖住哦。解说说完这句话没到1分钟，年轻的 I 就开始犯病了。塞纳开个 E， 把泰坦死哥一藏，轻轻松松的把 AD 抓死了。I 再买1送2，再送大龙，死哥2个头到账，考验了吗？如考。死哥这个版本拿人头之后翻盘能力还是太强了。I 这个整体年纪不大的队伍在劣势和中后期就很容易出现无头苍蝇的情况，尤其在正面战场顶不住的情况下，他们很难耐得住性子来抓对手的失误，这也算是年轻化队伍的通病吧。也是很可惜的输了这一局。第二把 LNG 的前期发挥就好很多了。其实第一局能翻盘，第二局的发挥那都会好上不少。15分钟 LNG 就拿到了5000经济在手，可 Scott 也有连续白给了2波，这2波白给其实有点低级吧，就处理的很差。第一波是在上路被赵信的一个简单绕后抓死了，还赠送了一个死亡闪。第二波呢，队友中路放先锋 ，Scott 刚复活又直接踢塔下的炮车，又白给了。整个 BO3 来看 ，Scott 状态也没有第一轮那么好了。结果就是优势的时候 ，LNG 在龙团反而会让了很多位置出来。20分钟，小徐的天雷进场让 I 在混乱之中抢到了第3条龙，场面有优势的 LNG 反而被听了龙魂，这就很难受了。但 I 关键时候又开始断路了，跟第一把男枪不回家拿火龙一样，这把武器代谢已经管不住的情况下，又是放小炮回去守武器，只能说运营指挥的判断上 I 还要练3条龙领先嘛，你放1条龙等2路水晶复活再争呗，就不太冷静了。最终 LNG 选择不抢这个水龙魂，而是 Scott 直接 T 加飞机和武器2个人轻轻松松的就当着小炮的面拆完了。只能说 I 的拼劲操作包括对线我都认为还可以，但这个队伍太缺乏一个合格的指挥大脑了，基本上对手不跟他们拼操作，而是拼运营 ，I 都会自己出问题。而 LNG 虽然赢了，但这个表现我也不是特别满意，稀碎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如果还抱着想去世界赛的想法，那这种发挥是远远不够的。好在这场赢下后，积分上还是很关键的。目前 C 组的头和尾已经确定，赢下 I 的这一场后 ，LNG 的小分优势就妥妥的了。只要后续 LNG 不翻车给 OMG，C 组第2出现基本是没问题。而 I 想要争第2，最稳的就只能期待后面一把不败了。真有点难。那第2场滔博赢 OMG 能聊的自然还是不太多。风波之后 OMG 面对整备的滔博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 ，C 组现在就是滔博一枝独秀了。小天的野和你说跟 Canyon 那种级别比不好说，但这种强度下就是随便玩的。一把莉莉娅，一把死哥都是当之无愧的 MVP， 前期节奏和后期输出都拉满了。目前8场比赛8个不同的英雄，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啊。对于滔博来讲，后面已经可以乱玩了，多练一些新东西。真正的考验得等下一个阶段了。整场比赛呢，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赛后的粉丝互动环节。最后上台的粉丝老哥不仅是个仁川人，也是 Miko 的粉丝。他说非常幸运，2天前他抽中了赞助方送的免费票，然后这天又抽到了幸运观众，获得了上台的机会。刚好这天也还是他的生日，从和哥妹合照时的笑容也能看得出，确实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正能量啊，兄弟们！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 B 站刷到了一个 UP 主叫王维，他不仅是一个街霸6玩家，还是一个盲人。按理说啊，盲人的世界一片漆黑，根本不可能打什么格斗游戏，你连敌人在哪儿都看不到，又怎么打到别人呢？可他依旧靠着热爱和努力啊，仅凭游戏里的声音就成功打上了街霸6的 Master 段位。只能说现在看到这种很正能量的内容，我的还是很受触动和鼓舞的。毕竟当下的环境戾气有点太重了，每天看着各种串，真的有点无语。所以我还希望大家从互联网上、从电竞上能够多多获得一些正向的能量吧，像这位老哥一样，享受比赛，享受比赛带来的快乐。我说实话，微博现在的比赛真的有点恶心人了。本来以为2-0 AL 能给全队重播电上演王者归来，没想到只是死前的回光返照啊！也难怪 UP 赛前这样说了。感觉来了，感觉来了，感觉来了，爆冷一波了。爆冷吗？不算爆冷吧？这个应该不是爆冷，算爆冷吗？不是爆冷吗？不是吧？正常，正常吗？正常，赢滔博 BRG 才是爆冷。这个 BO3 微博的 BP 显示一坨狗屎，打的也差，完全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之前打 IG 的时候，微博就出现沙皇加小菊这种逆天组合，而这把在 UP 先抢妖姬后，微博还是来了一手沙皇加豹女。说实话，那妖姬有啥压力呢？一旦妖姬对线他没压力，能换血的话，沙皇是很难受的。于是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没先潜水卡惨不敢去控资源，然后没节奏不停的亏东西，然后要打团大家也不落位。25分钟 UP 完全把微博当人机在打，整场下来微博唯一一个人头还是 Hiker， 为了拿龙给劳赞杀的，然后就很经典的绝境了，实在不行
行，我上去试着推一下吧。无邪这个 W 技能没顶到，这一波想推一下月开，但是月开利用走位给扭掉了。推回前前方钳住，配合到旁边瑞尔开团，结果看到什么4个人。那这样的话，感觉 Yuki 要直接在团战里面碾压 WPG 了。第一把被打得这么难看，我以为这已经是魏博的下限了，没想到第二把更是重量级。最后一手不出个 carry 吗？卡牌武器什么的不行吗？来个波比还完成这个逼样，这和69的绝境 UD 有什么区别啊？甚至还不如呢。大树岩雀维鲁斯，这阵容要谁来打收割呀？不想赢就别赢，你选这阵容出来恶心谁呀？一集团在晴天没来 UP 4打5的情况下，微博多一个人都还打输了。寒冰布隆的一集团这么强，微博你想打可以啊，那你得等人齐啊，这不等人就被打残，什么葫芦娃战队？后续微博也是各玩各的 ，Light 维鲁斯带强攻，然后出 POK 流，小虎也是经典的大天使护臂加 CD 鞋，想把对面肉死是吧？只能讲微博现在的比赛啊，看30秒能不喷的都是神人了。0比2，第二轮微博开局就直接绝境，以他们的积分，后面要是再输，那就真的直接去涅槃组开涅了。17号的第二场 A 瑶碰 NIP 算是第一组最硬的仗了，也是头名的关键1分。结局最终是以 A 瑶双杀 NIP 来收尾，没有丹尼在对面，卡比又清醒了。第一把 A 瑶就来了一个兰博大树加武器的疯狂摇摆，等 NIP 这边最后一手确定小局之后，果断的把兰博摇去打野，是很好的思路，也在前期拿到了想要的战果。开局4分钟，阿奇来了上路帮推一波线，结果 Croco 直接就是对抗老黑加小局，前期战斗力和红纹兰博比差太多了。兰博打野其实在当下这个 AP 打野很强势的版本，还真是一个可行选择啊。而 NIP 最倚仗的 Rookie 也整蛊了一波，当着2个人的面突然就跳脸，然后就把自己给送了。我完全看不懂这波是啥意思。从整个 BP 来看 ，A 瑶我觉得在做出大树摇去辅助兰博摇去打野后，其实阵容就非常舒服了，团战也真的很好打。我觉得后续兰博摇摆这个点，其实其他队伍应该是可以学的。好在呢，第二把来到蓝色方的 NIP 也是有自己的储备的，3打体系啊 ，A 瑶是不玩的，而 NIP 很爱玩，围绕着自己的优势点 ，NIP 构筑了一个猴子凯南加奥恩的团战阵容。而香克斯最后一手为了撑团战，也是经典顶着 Rookie 的妖姬出沙皇，然后果不其然的被 Rookie 的妖姬给单杀了。怎么感觉最近妖姬单杀的画面见的有点多啊？这个版本沙皇除了 Faker， 我说实话感觉都别玩了，真的一般。在 AP 打野的版本，中路选这种法师大河反而是有点亏魔的。那 NIP 扳回一城后，第3把却有点黔驴技穷了，毕竟是全局 BP 嘛。到这里其实好用的角色不剩太多 ，NIP 最终选择用卢娜去扛 A 瑶的曙光炸弹人，可卢娜应对强开压力是挺大的，很容易让炸弹人灌输出先灌死一个。而在个人状态方面 ，NIP 的波动也更大，先是 Forty 个2级1脸把自己的闪现玩掉了，导致后面被卡着时间的曙光绕后线杀，卢娜拿女坦真没什么办法。而上路山鸡为了 A 一个爆破，又是被阿乐抬回塔里搞死了，这种低级失误连他自己都无语了。然后中路猪妹再来个 F6 经典偷袭，经典的开局3线炸了，这种就是炸弹人最喜欢的节奏了。对线拿人头，随后各种转线吃塔吃资源，15分钟3座外塔全掉完，20分钟大龙一拿，经济一下就拉到1万了。A 瑶赢下关键战后也是基本锁定了地主头名，而被双杀的 NIP 后续的赛程就得多小心一些了，主要是队伍的储备有点捉襟见肘。目前来看，阿 K 的野河应该不太练得出来了，只能算凑合用，在这个基础上，只能在其他路上多选择一些大河来弥补。只能说当下版本确实不是 NIP 的舒适区，现在的地主可以说是一个修罗场了。虽然 IG 排在垫底，但有了击败 NIP 的1分，第2轮全拿分也不是不可能哦。而 NIP 虽然击败了微博，以3-2排在第2，但能不能守住也考验后续。比起其他泾渭分明的组，地主绝对是当下LPL定组赛唯一的看点和节目效果点。虽然微博现在水深火热啊，但已经有了一个彻底入土的队伍，那就是 RNG。本以为 RNG 不说能够跟同组的 BLG 或者 W100手腕吧，但也不至于一场未胜吧。但很可惜，连同组的老干爹都跨不过去，那 WE 甚至 BLG 就更别想了。更变态的是啊，第1轮 RNG 起码是和 LGD 打满3把的，勉强你算他个惜败。可第2轮就迎来了一个0-2的横扫，我只能说老干爹知道你 RNG 破产边缘，直接跟你彻底不装了。老干爹现在最猛的就是中路海超嘛，现在全力超变成了 Chovy， 突出一个对线打谁都不虚，打团也能自己 C。第1把面对汤圆完全在游龙啊，当他23分钟的这波龙团一个妖姬完成了收割，单人打出5000多伤害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把就是他的局了。一个塔是对方的塔，快崩，被塔 A 了一下，好像没办法了。海超这边等下波技能又踩死一个，海超再 Q 死一个，也练到了，但是狐狸的R技刷新了，再一个双练。哦呦，这波海超站了出来。其实 RNG 当下你聊再多的局势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RNG 任何一波团都有可能打输。最后一波团 RNG 拿下纯血土龙魂，怎么看都要无敌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为什么 RNG 人员要站得如此之散，而被海超直接上演了一个大变活人，把金克斯给瞬间蒸发了。只能说在人数领先的情况下，5打4被打了一波0换5，说实话啊，真不是一般队伍能打出来的。第2局 RNG 依旧逆天啊，我随便放一个镜头吧，21分钟 ZDZ 下路被抓， RNG 选择 rush 男爵来止损，结果老干爹靠着 TP 直接来接盘了啊，接盘就算了，当明
开进去的时候，RNG的3个输出很轻易的被老干爹给逼走了。当然这种局老干爹依旧也是花了35分钟才拿下。我只能说老干爹现在对比赛掌控局势的能力越来越精准了。我觉得 RNG 与其这样，不如把老头被那帮老 RNG邀请回来算了，跟麻辣香锅 UZ 这帮人兵器前嫌，在涅槃组主打就一个情怀嘛，反正也是个烂样，30分的烂和20分的烂有什么区别呢？还不如给大家整点乐子呢。第2场的 BLG 打 WE 也是很轻松的2比0，4战全胜的 BLG 已经是成功晋级了。虽然是2比0啊，但 BLG 打的依旧是节目效果拉满。说实话 ，BLG 目前作为 LPL 的头牌，实力不用说，但从几场定组赛的表现来看，真的打得太随意了。22分钟，左手莫名其妙点大果，刚好跟 Mark 来了个空中接力，直接坠击白给。31分钟，3路超级兵加大龙 buff， 然后 BLG 不推水晶打人 ，ELK 去追老黑，结果被老黑单杀，几个哥们儿去赌泉水也被拿下，让 WE 水晶一点血活了下来。一波团战送了5000回去，然后复活出来勋又迷路被逮到，连带着左手一死，又只换了一个小炮。36分钟，欧恩高地又突然开送 ，WE 趁势追出来，追死了飞机 ，ELK 趁乱点了个爆炸果实，再把2个队友送到人堆里，死个大招，再收2个，反而就给了 WE 一波的机会。怎么说？有点多，已经4抬空了，全力输出，看不到敌人，闪现点加，右边门牙一被点掉了，左边门牙结束了，感觉来不及了，结束了吗？但是奈德复活还不一定，不好说，我有格林机枪上车，点不掉，什么情况？反一波。我说真的 ，Force 如果能和滔博哥对练一下，别那么紧张，少扛点塔，这把 WE 还真拿下了。只能说 BLG 打成这样，你真让他们输一把，清醒一下也挺好。第2把 WE 前期的节奏也还算不错，大黄风和摇人针对阿兵嘛。12分钟兰博已经0-3塔下都活不了了，但 LP 的进化泽力去找屏障卡莎单挑，属实有点逆天了，莫名其妙送了卡莎一个人头。大黄绕后又被熏蹲到，Elk 一波很帅的 W 闪直接把 WE 操作烂了。只能说还好 BLG 兜底的人够多啊，2比0的结局确实不意外，但 BLG 打成这样，我觉得还是需要教练组多说一下的。说一个热知识 ，BLG 春季赛场均时长是前5，而到了夏季赛已经变成了场均时长倒数第2了。可 BLG 的前15分钟的经济领先，却又是 LPL 的第1，那说明什么？我想不言自明了。队伍年轻化，想法多没问题，但纪律性这种东西，你平时不练，关键时候就会没有。MSI 已经吃了运营基本功的亏，世界赛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平时就该多严谨点。我真不希望他们带着这样一个浮躁的状态在世界赛上栽跟斗。19号的首场呢是 NIP 和 IG 的2番战，上一次交手 IG 是赢了 NIP 的，所以尽管 IG 在地组垫底，但这份 NIP 也需要拿下。上一轮 IG 能赢很大原因是 BP 针对性很强，鳄鱼 counter 永恩用加里奥打交击，就是 IG 在上一轮很好限制 Rookie 发挥的原因。但这轮 IG 反而不继续这样去构筑了，第1把的阵容就是一个纯打团的构筑嘛。先不说 IG 和 NIP 拼打团有没有赢面，单说 NIP 前3手能没压力的拿到3个版本 T0也挺灵。IG 这边的应对有点太软了，安妮打妖姬有人用，但效果一般。上单挖掘机和蝎子也是对混的，那这个阵容给赵信的压力就太大了。IG 目前的经验其实是很难去支撑他们常规阵容的运营的。NIP 虽然输出和储备上我认为略有不足，但本身运营能力不算差，毕竟是这个赛季的换线鼻祖队啊。第1把 NIP 赢的也很扎实吧。那第2把呢 ，IG 换了一套破坏王加阿卡丽的中野后，主动性有了些，所以前10分钟的节奏还是打得不错的，泽力也吃到了2个头。可 IG 选的阵容团战就很看蝎者控制的发挥，很明显嘛 ，Vampire 在开团嗅觉实际上掌握的还是有点弱了。队伍里阿卡丽、破坏王包括泽力其实都是打收割的，上辅一旦没开好，团战就会有人白给。相比之下 ，NIP 的团战经验就丰富很多了。山鸡的老黑也是老朋友了，阿 K 的猪妹也算是他的小招牌。尽管 NIP 前期被抓的有点小多，但2波团后 NIP 还是很轻松的翻了。我觉得 IG 这个队伍啊，上次赢 NIP 那套中路化身毒鹰比养野河的思路是没问题的，其实可以继续深挖一下嘛，构筑一些真正适合自己的打法。不过抽卡队不要求那么多，鼓励就完事儿了。第2场京东打 TT， 不用多说，明显会一边倒的比赛。首轮的表现我就对 TT 基本不抱太多希望了。这场京东呢是继续让小孩希尔上场，发挥也相当好。第1把其实京东虽然输了，但我觉得在 BP 上运营上都问题不大，就是一些临场的发挥没有 TT 做得好。TT 毕竟是拿了机器人的，比之前要敢打很多。TT 是连着打了2波关键团战，并且都拿下了，最终等到了北川的 DF 抢男爵。第1局输我真的觉得还好啊，就是比赛正常的容错内。那第2把京东就老老实实的上路开肉扛压打正统对局啊，这时 TT 就开始自己搞笑了，越做犹豫，还是交出了红洞 W 闪。但是你看北川，哎呀啊，不是他，不是。这波打完，基本上蝎子发育就无解了，而鳄鱼就会越来越废。对于京东这种火力充足的阵容来讲，基本正面就输不了。只是这场的过程是有点变态的 ，TT 本身大劣势嘛，所以在抓死辅助后选择强吃男爵可以理解。可放着小炮不管，硬要掏这个大龙，有点变态了。本来在拉扯中，京东自己都觉得一波不掉，尤其是 Ruler 被牛头顶进去死了以后，小炮已经想撤了，结果 TT 反而真没人回去。霍雅的鳄鱼这点血也不走嘛，感觉就是求着牙膏把家给推了。
啊，服，我只能说，在第2把戏剧性的输掉后，第3把也是一个光速下班。高高最近练英雄的成效，你别说还真不错啊。小包永恩现在不但拿得出手，甚至还有点小秀，已经得名新绰号高超了。而现在这个使用哆啦 A 梦鼠标垫的小上单谢尔也越发的成熟，加上野鹤版本，现在京东还挺有竞争力的，期待他们下一轮的表现和发挥吧。目前定组赛对于京东来说已经是休假时间了，然后下周开始我会考虑加一些 LCK 那边的内容，替换掉一些我认为不是很精彩的 LPL 比赛，因为目前定组赛还是无趣的内容多了一些 ，LCK 那边相对来说能聊的是不少的，大家觉得如何呢？可以把大家觉得赛事周报这个栏目可以改进的地方评论区说一下，我都会看的。OK， 那本期的赛事周报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对了，兄弟们，免费的赞点一点可以吧？拜托了，这对我真的还挺重要的。那我是袁某人，拜拜。